这是一个海外短剧的拍摄现场，只乍一听你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，但是当你看到扇巴掌、恶毒女配刁难女主、霸总登场这些情节，你肯定会觉得有点熟悉，这背后必有中国人指点。那你的感觉其实是没有错的。事实上，现在大部分的海外短剧都是中国人制作的，那甚至很多干脆就直接在国内拍。那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刚好全面融合千问 AI 助手的夸克 AI 浏览器对海外短剧也很感兴趣，于是我们一拍即合。这一次我们来到了一个在海南拍摄的海外短剧剧组，我们想带你一起来看一看这种海外赚钱的短剧到底在做啥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子涵老师的剧组啊。我发现这里是一个别墅的场景，是吗？是的，主要对于海外短剧或者国内短剧来说，豪宅别墅都是一个不可避免，每一次都会出现的场景。等会儿在这里会上演的一场戏是什么样的剧情？这个场景就是它是一个豪宅的客厅嘛，然后女主她其实是中奖得到了这个别墅，但前提是她需要跟霸道总裁就是男主一起在这里同居90天，才能得到这个别墅。所以是类似那种先婚后爱是吗？啊，对对对，你很懂老师。看过一些。导演告诉我们，他们团队拍摄的短剧主要是面向北美市场，为了让当地的观众感觉是在自己国家拍的，他们的主演基本上都是从欧美空运过来的。那毕竟一个长着明显东欧国家面孔的演员去演美国的生活，肯定会觉得怪怪的。那又要专门请欧美的演员，还要找和国外相似的场地，为什么要在国内来拍这个短剧呢？那子涵导演告诉我们，最核心的原因还是回到成本上面。虽然看起来很麻烦，但是实际算下来，国内拍摄成本大概是100万，如果换到国外，差不多制作水平至少需要120万元以上。你们的预算会怎么拆分？就是预算是包含所有大家的工资都在里面了吗？对啊，很不可置信，是吗？多少集？59集左右，159集，2万块钱一集。对，那1分钟嘛，还好。那卖得好的短剧，海外的能卖成什么样？其实我之前听到一个大平台的制片人跟我说，他们头部最大的一个爆款剧卖了1个亿美金。1个亿美金，是的，就是因为对他们来说，基本上就接近于利润了，因为本质上它不存在太多别的编辑成本。对，是这样。那除了省钱，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短剧是从中国发展出来的。目前大部分海外短剧平台也都来自于中国，在国内拍会更方便，平台有一个整体的把控。所以你会看到，在现场除了演员，从摄影到导演再到平台的监制，全部都是中国人的海外短剧班底。那为了能够更好的了解短剧制作，不如拍一下我们公司最适合演海外短剧的飞龙，这次也得到了机会来当次演员。So who is colleague one? Me. 导演是用全英文跟演员交流的。可以看到他们的3个机位已经同时就位了，马上就要开拍了。短剧的第一颗镜头应该是今天的第一颗镜头。No way! Bianca is basically engaged to the boss. Why would she mess with Ryder? Get her out! Get her out! Get her out! Who's the boss? 行好，太棒了，留下当演员吧。潘天红，这就是你带出来的兵，我们这影视飓风必肉刷出来厌旧的演技。飞龙的表演怎么样？你觉得不错的话，可以夸一夸他在弹幕上面。那当我们实际观察过他们的拍摄现场之后，你就会发现短剧拍摄是我见过效率最高的现场。因为像这次他们一个60集左右的短剧，拍摄时间只有8天，所以这就要求他们在12小时之内拍完10几页的剧本。那作为一个参考的话，我们更熟悉的长剧可能1天只能拍摄3到4页剧本 ，TVC 广告可能会更少一点，这是一个非常夸张、没法比的效率。而你敢信他们的主力设备是3台索尼的 FX6，还挺好的，都在用比较专业的设备拍短剧了。那为了能够更快的拍完，他们拍摄很多时候都是稳定器、独脚架这种轻量化的设备，没有什么那种炮啊、轨道的东西。3个机位同时开拍，灯光上也会像用这种60C 的小型聚光灯，还有更加轻便的气柱灯。但是说真的，你看这拍出来的质感，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。我们在现场也注意到有意思的一个点，就是他们在拍摄的时候
没有分镜的，就是没有分镜这个概念，完全没有。除了一些重要的剧情，比如说相遇戏、暧昧戏，导演会在前期设置好一些基本的分镜，其他大多数你会发现他们到了现场看一下剧本，直接就开拍。导演和摄影会根据现场的场景来进行一些临时的调整。那深入再来看了一下，我们才知道不需要分镜的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短剧的很多桥段，这些长期从事短剧拍摄的导演和摄影真的已经拍过太多次了。比如我们这次在现场，光是扇巴掌这个情节就出现了4、5次。那当然，实际拍摄演员都是借位的，没有真的打到。为什么不管国内和国外，大家都爱扇巴掌？因为我觉得扇巴掌它其实是一个通用语言，你一扇这个巴掌，大家就觉得哎有刺激的点，可以打破这些文化的界限。假如你要扇巴掌，你会怎么扇我？啊，灵针起手，借位。对，那是不是你们那些演员都已经完全能够精准的对上这个拍子？非常能，直接就说英语 slap him，yeah， 就这样了。对啊，那你试想一下，一个人被当众羞辱、权力碾压，然后在某一个节点局面反转，一个巴掌打过去，你甚至来不及细想，只会下意识的觉得爽了，太解气了。那短剧一直尝试抓的就是这1秒钟，然后在各个短剧中不断的被验证，最终成为了短剧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标准的结构。那有的海外短剧平台甚至会把这些桥段给拆解，然后标准化，建立一个专门的爽点库，为的就是用一个接一个的爽点去吸引受众，一直看下去，直到付费。其实现在短剧的这些套路已经很明显，所以 AI 其实能很好的总结它的这个短剧的结构，来帮我们生成一份剧本。就比如说，我现在点开我们的夸克浏览器，剧本的内容是富家千金被黑帮老大爱上后强娶，千金运用自己的智慧与计谋成为黑帮帮主的故事。它这开头的5秒是黄金5秒，视觉暴击加悬念，就是如果你在短视频平台刷到这种东西，你一定会想看下去的。现在我们就让夸克 AI 的千问助手帮我们生成一份分镜，就是你看了这些份分镜，你就已经完全能想象到那个画面什么样子，非常的 cinematic。那一般一个短剧从拍摄到上线，算了一下，只要1个月的时间。那当这些爽点能被验证赚钱之后，故事本身我们发现好像没有这么重要了。头部海外短剧平台 Real Shots 一年能够上线300多部短剧，几乎是每天1部。那除此之外，还有280多个平台在生产大量的内容。各个平台为了更快的争抢用户，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把已经被验证的情绪快速的复制给更多的人。所以一旦国内某个题材火了，几个月之内市场上就会出现10几个换皮出来的版本。那一年上线的上千部海外短剧里面，真正能够成为爆款的比例，算了一下，其实只有5%到10%。那既然内容都差不多，为什么你能成为爆款而我不能？那我们发现短剧的导演在前期会拿到这样一个剧本，这被标黄的爽点剧情是他们要反复打磨、重点拍摄的部分。因为短剧上线之后，平台会将这些精华片段重新切片，再去重点投流，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这几段话推广会花去整个项目80%的预算。你没有听错，比拍完整个剧本的钱再多4倍，都在推广上面。而这背后其实是完全由数据和算法支配的，平台不会只压注在一部短剧上面，而是直接赌这么一批，谁数据好我就给谁加码投流。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海外短剧它就是一个产品化的东西，它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创作、影视创作。大家比的真的不是谁拍的最好，而是谁测试的更快，止损更果断，复制能力更强。这是一个商业性的行为。那换皮翻拍数据不同的另外一个原因，在接触海外短剧之前，我们有一个点没有细想。很多从业者告诉我们，虽然爽点是通用的，但是故事其实并不是。中国观众能够瞬间理解的情绪，海外观众可能是没法买账的。那平台当然也发现了这一点，但他们有办法。比如说 Breaking the Ice 这部短剧在美国很火，是一个破镜重圆的故事，男主被设定成一个冰球运动员。那可能别的国家对冰球并不感冒，所以平台把相同的剧情翻拍到了墨西哥，这男主就成了足球运动员。等到了日本，他又变成了棒球手，情节没改，但角色一换，这个故事突然就对了。那在野蛮生长的阶段呢，大家还能靠着相似的模板不停的换皮翻拍，但是观众的审美也在提升，投流成本在不断抬高，最终比的仍然是内容本身。国内目前出现越来越多制作和表达都不错的作品，之后的海外短剧大概率也会走向同样的阶段。
但令人意想不到的就是，这种由竖屏算法还有即时反馈共同塑造的一种新的叙事方式，正在反过来影响整个传统的影视工业。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美国，全球有将近1半的海外短剧收入都来自于这里。在看到这种趋势之后 ，Netflix、迪士尼 Plus、福克斯、派拉蒙这些流媒体巨头，现在也都开始在短剧赛道布局。所以现在你假如走进好莱坞的片场，你会发现，现在开机数量最多的也是短剧剧组。I first got involved in short form dramas in 2023. A friend of mine who was also an AD at the time said he couldn't do a project, and so he's like, hey, do you want to hop on this? It was a very bizarre experience. I was like, what even was that? But then suddenly my phone started blowing off the hook. Funny enough, I've actually made more money last year working on just verticals than I did all the previous year because there's just so much happening. 就是短剧可能不是一个所有人的理想答案，但在之前那一段影视荒还有各种问题之下，这个短剧确实给了很多人一个继续站在片场里的理由。那如果说短剧的爆发来自于对人性和效率的极致压缩，那接下来 AI 可能会把这种效率进一步压缩，再推进一个数量级。我们看到很多短剧创作团队正在用夸克 AI 浏览器来辅助创作，它的内容总结功能能够几秒钟就把海量素材提炼成核心爆点，帮助他们更精准地捕捉热门题材的趋势，为制作爆款内容提供更高效的参考。所以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也请我们给我们点赞、分享、转发，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。那么我们下次再见。再来加节奏。